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说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人到60岁，大概率要依靠退休金养老。没有退休金的老人，如果想无忧无虑的安度晚年，除非他有很多的财产，或者有孝顺的儿女，方能安心养老。60岁的钟阿姨，她既没有退休金，也没有什么财产，唯一的儿子也不孝，不愿意给她养老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钟阿姨另辟蹊径，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无忧的晚年。钟阿姨说，我今年60岁，一直生活在农村20多年前。我的老公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，因为一场意外的工伤事故，匆匆的离开了人世。老公去世之后，工地的老板给了我30万，他说这些钱全部是他借来的，如果我嫌少，想要拿到更多的钱，就算他砸锅卖铁也抽不出来了。老板说，如果我愿意跟他私了，就收下这30万，签一份同意书，这件事就此了结。如果我不同意，要跟他打官司，想要拿到更多的钱，要么连这30万都拿不到，即使打官司，他也没钱赔我。工地不挣钱，我的心里十分清楚。老公在工地上做事的时候，老板经常拖欠工资，一拖就是好几个月。但凡老板有钱，也不会拖欠工资。我担心不收下这30万，连一分钱的赔偿款都拿不到。这样想着，我就收下了30万，跟工地的老板签下了同意书。老公走了，家里的顶梁柱也没了。以前靠着老公在工地上的工资，还有我做农活的收入，日子也还能够维持下去。可现在没有了老公的那份收入，家里的经济很快就陷入了困境。虽然我的手里有30万，可我却不敢花。30万块钱根本不经花，若是把钱都花没了，以后的日子可咋过？老公去世那年，儿子已经18岁了。他见我整天愁眉苦脸，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，于是主动提出他去城里打工挣钱。那会儿子已经参加完高考，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，连大专都没考上。我想儿子读书成绩不好，去社会上闯荡，多挣一些钱是好的。这样想着，我就同意让儿子去城里打工。临行前，我给儿子拿了1万块钱，告诉他这些钱一定要在危难的时候再花，轻易不要动用。儿子拿这1万块钱去了城里，没多久他就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在城里找到了工作，做汽车修理工，他每个月都可以拿到3000块钱的工资，等手艺学成，工资就会翻倍。我认为这个工作不错，心里感到特别的开心。我鼓励儿子，让他在城里好好学手艺，千万不要半途而废。儿子话锋一转，说他要买房，让我把老公的抚恤金拿出来资助他买房。儿子说他在城里租的房子，每个月要交2000块钱的房租，钱交给了房东，自己却什么都没落下。与其把钱给房东赚，还不如贷款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贷款还完了，房子还是自己的。听了儿子的话，我很犹豫。我是农村人，没有退休金，老公也没有了。若是再没了钱，我养老怎么办？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儿子。儿子说，我养老的问题根本不是啥难事，等他的手艺学成，工资就会翻倍，到那个时候他就把我接到城里养我一辈子。儿子的话让我喜出望外，想到自己可以去城里生活，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。我当即把剩下的29万块钱全部转给了儿子，资助他在城里买房。儿子贷款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，由于没钱装修，他只能住在毛坯房里。
儿子说等他存够钱了再装修也不迟。虽然我住在农村，没啥赚钱的渠道，但我仍然努力的挣钱，给儿子攒钱装修。我养了很多的鸡鸭，又养了2头猪，到了年底就把这些鸡鸭和猪都给卖了，至少能赚好几千块钱。儿子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我将卖掉鸡鸭和猪的钱全部交给了儿子，让他凑够钱赶紧将房子装起来，省得住在毛坯房里实在是不方便。儿子说装修可不是大事，哪里能随便装一下，万一装得不满意，到时候想拆掉重新装可是个大工程。我问儿子把房子装得满意需要多少钱，儿子说至少需要20万。听说装修房子需要20万，我顿时泄了气，心想这20万猴年马月才能存到。劝儿子说咱家的条件不行，哪里能像城里人那样把房子装修得富丽堂皇的，咱可没那个命。儿子说他不信命，他就是要过好日子，只要有坚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愿望。儿子不听劝，我也没招，只能和儿子一起努力存钱装修房子。一晃就过了3年，装修房子的20万依然没存够。过年的时候，儿子带回来了一个女孩子，他说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。女孩子一看就是城里人的千金，一副金贵的模样。女孩看我的眼神也是清媚和不屑的，让我的心里很不得劲。儿子告诉我，女孩家里很有钱，如果他俩结婚，装修费就不用筹了。20万的装修费对于女孩的家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虽然认为这事不靠谱，但儿子一向主正义，即使我反对他也不会听我的，于是我只能默默地听着，没提任何反对意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儿子打电话告诉我房子开始装修了，装修费全部都是女朋友家里出的。房子装好了，儿子和女朋友就办了婚事。儿子和儿媳妇结婚那天，虽然我出席了婚礼，但是我安排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，自始至终也没人知道我是儿子的母亲。儿子知道我的心里不好受，就劝我，他说咱家穷，能忍就忍忍吧，等他以后出息了，一定让我扬眉吐气。儿子让我忍着，我就只能忍着。我没老公没钱，我将自己后半生的所有希望全部放在儿子的身上。儿子的话我不敢不听，虽然儿子在城里工作，工资也翻了，但我仍然要靠自己活着。儿子过得不容易，我不想因为自己给他增加额外的负担。家里的地虽然不多，但给自己混个口粮钱还是够的。尽管我不想给儿子增添麻烦，可是我的年纪越大，做农活就越是力不从心。有一次天空中下着小雨，我在地里摘菜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，把脚给扭伤了。受伤的那只脚完全不敢沾地，医生说想要彻底恢复至少需要1个月。想到这1个月的时间里我不能做农活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我只好给儿子打电话，让他接我去城里。儿子说他要跟儿媳妇商量，若是他不同意我去城里，他不能擅自做主。几分钟之后，儿子就给我回了电话。在电话里，儿子告诉我儿媳妇不同意我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儿子让我住在自己家里住着，他公休的时候就回家照顾我。儿子1个星期只有1天休息，在另外的几天时间里我只能靠自己。儿子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速冻饺子，他说这速冻饺子在锅里煮煮就行，我完全可以自己做。儿子每次回家看我的时候都会带给我1个星期的速冻饺子。那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天天都吃速冻饺子，吃得我想吐。我问儿子，我伤得这么严重，你都不敢将我接回家照顾，当我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，你能给我养老吗？儿子半天没吭声，最后支支吾吾地说，
农村里的老年人不都是这样，活一天就干一天，总能给自己挣个口粮钱。儿子这话我算是听明白了，想要靠儿子给我养老，这辈子都是没指望了。脚伤康复之后，儿子再也没回家看我，一心一意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。即使儿子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养老问题筹谋。我想起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，他一辈子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，一直在城里做保姆，不知道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。于是我就给这个远房亲戚打电话，问他日子过得咋样。远房亲戚告诉我，他在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家里做保姆，每个月可以拿到8000块钱的工资，日子过得挺好的。我又问他，你现在能挣钱，生活没有任何问题，可是若你老了不能挣钱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养老问题如何解决？远房亲戚说，他早就把养老问题想好了，他和另外几位没有子女的姐妹组成了一个抱团养老小群体，到时候他们就住在一起，雇个保姆照顾，彼此之间还可以互相照应。由于人多，费用平摊下来花不了多少钱。表姐说她目前已经存了100多万，即使没有退休金，没有儿女，养老也不成问题。表姐的话让我茅塞顿开，我告诉表姐我也要去城里做保姆，还要加入抱团养老的群体。很快我在表姐的介绍下去城里当起了保姆。我照顾的这位老年人是75岁的杨奶奶。杨奶奶的身体很健忘，除了腿脚不利索，身体没啥大毛病。杨奶奶听说我的遭遇，主动给我加了工资，她将我的工资提到了8000块。杨奶奶说她不缺钱，只是想多做善事。我的身世那么可怜，她帮帮我也能给自己积一些福报。在杨奶奶的家里，我过得非常开心。杨奶奶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，她的儿女们全都在国外工作，经常大把的给她寄钱。杨奶奶不缺钱，只缺陪伴。由于儿女们全都不在身边，所以杨奶奶把我当作她的亲人，任何事情她都会尊重我的意见，从来不会勉强我。我拿着8000块钱的工资，自己却不用花1分钱。在杨奶奶家里，吃住都是免费的，根本没有需要我花钱的地方。我把这些钱1分不少的存进了银行，作为我养老的资金。杨奶奶今年才75岁，我感觉她至少能活到100岁。若干年之后，我养老的资金也就存够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若是干不动了，就去和姐妹们抱团养老，舒心的安度晚年。我发现，如果自己没有能力，完全指望着儿女给自己养老，这条路根本行不通。因为儿女有自己的小家庭，即使儿女愿意给父母养老，他们的另一半也未必会同意。所以老年人即使再爱儿女，也要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养老钱。有了足够多的养老钱，才能在儿女们不孝之时从容地度过晚年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